最具争议的美食竞赛节目《夜市王》。这次演导 ADA 带你环游世界，到处飞。大家好，我是阿达 ，AKA 炸鸡猎人 ，AKA 西兰公公南姐呀。皆さん，我是美丽版的 Death，AKA 李包皮 ，AKA 谢哥哥的小宝贝 ，AKA 玻璃糖的坏爸爸。但是本期节目有最好的糖果爸爸。本集的糖果爸爸是由长庚专业团队品质把关的台塑生医，以及缔造美、传播爱、世界因爱而美丽的爱尔丽医美联合赞助播出。OK， 米拉桑，大家好，我是露露黄露子英 ，AKA， 我不需要。只要是提到厉害的夜市，其实名字出来你就会想到它，哇，到底有多少厉害的美食？所以我不需要的。不过说到夜市，景祥，你去夜市的话，你都会想吃什么东西呢？哦，我都会吃那个两小无猜双胞胎啊。那你呢？我喜欢吃只要有你就快乐 QQ 球。QQ 球。那你觉得美丽呢？她喜欢吃什么？觉得美丽应该会觉得问我问问题的时候看我，可不可以？这是基本的尊重，而且你们已经过去了。我喜欢吃的是阿坚，而且你们对一点都不尊重。我之前南机场我的 homie 得了第1名，是第1名又怎样？套一句你说的话，那都过去了。经过了这一集，一切可能都会不一样了。来到夜市王第2期，要嫩要恰蚵仔煎啊！蚵仔煎曾经在杂志调查中荣获最能代表台湾料理的第1名，以及经济部举办外国人台湾美食排行 No.1 票选活动中拿下冠军，显示蚵仔煎不止台湾人喜欢，外国人的接受度也很高。究竟哪一间夜市能在夜市王拿下这个重要的蚵仔煎之战呢？你觉得你自己的蚵仔煎赢在哪里？蚵仔煎就是酥脆，老师傅啊，煎的火后哈，炸个嘟嘟啊好起来，酥个香。其实蚵仔煎没有什么，就是最有灵魂的就是蚵仔煎的酱，味噌豆瓣。东石蚵仔煎的这部分嘛，东石是因为2代特别去推下出来。它的特色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我很少去评鉴这个。我说厉害就是厉害。所以酱料部分，你知道原料比例是什么吗？番茄酱、麻酱。你要讲出来是不是？这可以讲吗？这不是机密吗？而大东夜市派出的代表是在第20-30年的名店，是炒蚵仔煎出来就对了。怎么样？它会依照客人的口味，客制化。对，没错。我说我可以点巧克力口味蚵仔煎。没有弄你找我。如果说今天这个客人他真的拿出了一瓶巧克力酱，他想要加在蚵仔煎上面，你可以接受吗？他自己加可以啦，我们没有帮他加。主委请加码。阿三哥，我觉得阿三哥很好吃哎，他那个皮煎的又脆，然后酱汁又甜，台南人最爱，因为他摆摊的时候都放周杰伦的歌，所以我们都叫花园周杰伦。阿三哥2代 AKA 花园夜市周杰伦，这不就来了吗？你是很爱周杰伦吗？这个还不错，哎呦，勉强可以哦。谢谢咱卖勉强哈。我觉得我们蚵仔煎可以入选，应该是怎么样？不错，口碑好，算蚵仔煎界的 LV。LV。而说到蚵仔煎，近期最知名的莫过于之间被黄仁勋光顾的宁夏圆环边蚵仔煎。蚵仔煎更是厉害了哦，米其林的。它的特色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非常蚵仔煎，所以它才会吸引到黄仁勋过来。你说要什么讲特别不特别？一个2个字就坚持，坚持你的口味，坚持你的爱心。而且老板的坚持还不止在蚵仔煎，也在黄仁勋身上。说不要，排这么多人，我不敢插队。他说今天我排不到，但是我明天会来排。真的隔一天又来排了。他在外面排。黄董事长，因为你昨天已经来电话预约了，所以你就可以先进来，你就不用再排队了。你还是用了你的特权啊？没有特权。好的，偶说不素就素不素。请问一下，蚵仔煎是哪一间？原住民一条街。叫什么名字？叫忘了。蚵仔煎酥。确定吗？蚵仔煎。你确定是答案吗？请选择。蚵仔煎酥。老板，你的店名到底叫蚵仔煎酥还是蚵仔酥煎？蚵仔酥煎。管委会淘汰。不过话说，这个名字也造成了自己的困扰。这个名字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取？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的皮跟人家不一样，我的比较酥脆，所以我想说把那个酥字把它提上去，没想到大部分人都错意了，以为我是在挖收的。弄巧成奸，而逢甲夜市派出的是蓝风火烤鱼。烤鱼老板好像有一点害羞嘛，不愿意很正面面对镜头。对啊，或者说侧拍一点，不要正面啊。鹅阿煎卖了多久？大概1年。那像我个人的话，我是偏向于脆口，走脆的路线。对。老板比名侦探柯南的凶手还神秘。蚵仔煎它也是有变化，它里面有加章鱼烧，就是章鱼小丸子那种章鱼烧。拍谁好？我们这个比的是鹅阿煎，不是比鹅阿烧呢。没有啊，可是蚵仔煎的名你怎么去定义它，对不对？蚵仔煎有说你一定要放什么材料吗？为了这一次比赛，所以我们特别研制了新型的蚵仔煎。那一中夜市是没有卖蚵仔煎是吗？我是第一家。究竟在大家心中，谁会是最强劲的对手呢？那你有吃过比你们家蚵仔煎更好吃的蚵仔煎吗？有黄仁勋，感觉宁夏还蛮多间，感觉还蛮厉害的。大家听到就是蚵仔煎这一集要出来比赛，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碰上宁夏夜市的圆环蚵仔煎。也没有那么严重啦。但瑞丰夜市可以说是完全没在怕。关键是因为你看伊好野人，伊嘛是要吃蚵仔煎，伊不会今仔不会脚外的好吃。你有自信这样？自信啊！要比赛当然拿第一喽。看到这些前辈，你心里会怎么想？我相信我是黑马，至少会有1、2啦。哦，但是2我不知道是谁。世坚加油！3个蚵仔煎要你好看。OK， 接下来介绍今天的上菜选手。首先欢迎台中逢甲夜市蓝风火烤鱼。抱着平常心去试试，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小吃撑起来。台北宁夏夜市圆环边蚵仔煎。我们第一代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做了，我们自己敢吃，我们才会给消费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偷工减料。新北乐华夜市东石蚵仔煎。要紧张什么？应该不是一个比赛，而是我把我做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高雄瑞丰夜市瑞丰昌海鲜烧烤蚵仔煎。感觉好吃，我才会拿出来卖，给客人吃的最好的，所以我代表是用应该的啊。花莲东大门蚵仔酥煎，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看大家煎的如何。台中一中商圈好大一口。既然想比了，我当然希望赢，我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赞赏。台南花园夜市阿三哥蚵仔煎。我还是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容置疑。台南大东夜市4草蚵仔煎，平常心就好啦，去那边玩一玩还可以啊。台北南机场夜市明香猪膏饭，做好自己的品质，然后把最好的拿出去。以上就是这次比赛的9家选手，而冠军的老板将获得发根强化的专家，来自长庚专业团队台塑生医提供的 Doctor's Formula 系列洗发精。你们上次乐华夜市的鸡排是拿到第几名？我们排名第6。目前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目前我觉得没什么好挑战的。来这边也是志在参加，大家高兴就好了。上次鸡排之战拿下第2名，开心程度0到10分，你的程度是几分？9。啊，你9的表情是怎么样？还是这样。回去有怎么样庆功吗？没有，就鸡排店老板回去被笑，因为他光头拿了洗发精回家。奖金那个红包袋我都已经弄好了，都请人设计好了。哇，对啊，所以这次这个鸡排店老板拿到第3名是有红包的哦。从那个下货要走进路口，就已经开始这样子走路了。上次比赛回去之后，你们心情怎么样？其实蛮充实的。那你对于结果满意吗？当然不满意啊！不满意。老板娘还好吗？老板娘很伤心，因为她觉得她应该表现得更好。那你们有怎么安慰她吗？这个部分，如果我可以的话，以未来的节目再去做专访她，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你现在在力邀了。
经过上次第1集的这个结果以后，你们猜测裁判会喜欢怎样的口味？其实我们是真的猜不出来。有想过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维持这个头衔吗？我知道我们这一场会遇到米其林，所以我们就是放松心情。全世界都知道宁夏的圆环边蚵仔煎。对啊，所以备受压力啊。你们有打算要用蚵仔煎扳回一城？当然啊，一定要的啊。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扳？扳不回城，我可能今天就要回家了。呀，我的头好痛啊！上次比完鸡排几乎已经要暴动了，这次的蚵仔煎真的能够顺利分出胜负吗？不要怕，我们有不怕死的评审。没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泰国的 Elizabeth 娘娘。我不怕死，好不好吃我说了算。接着是来自韩国金针菇。韩国那么多间，今天来看看最好吃的是哪一间？还有我们胆子最大的曾志伟先生。你问我怕不怕？当然怕啦，都是夜市王哎，就怕他们今天弄得不好吃，小心点。今天我们不止3位评审哦，还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不是要评所有夜市的老板，他是要来评评审的。他是评审的评审，要看看评审到底懂吃不懂吃。听起来很权贵，对吧？饶舌。可是呢，我们不算他的分数，他只是参考的哟。欢迎黄轩大来宾。高知要黄轩也可以多拿去的强制台湾小的城市一模那身在的风雨的男人，就要当更能重要的表舅。今天我也是代表蚵仔煎精英协会里面的士官长，我是蚵仔煎战士 ，I am the king of the oyster omelette。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志伟哥有听得懂刚刚黄轩在说什么吗？一句都听不懂。不好意思啊，志伟哥，不好意思，志伟。 3位应该都有自己的评断标准，但今天看黄轩，你对于蚵仔煎你好吃的标准是什么？焦香酥脆 Q 软滑嫩，这8个字是我对蚵仔煎的最高标准。然后还有一件事啦，怎样？要有爱，要有爱。所以大家要准备好了，各位评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老实说，因为我们这个评审们都是外国人嘛，那会有一个台湾人来评我们这个3个人的口味，那我真的我会觉得，会不会我们外国人的口味不是太准的？管他是谁。 我每一集呢，绝对对得起我自己的口号，我绝对以我自己的标准评到底，我不会被任何的外来的势力所控制。关于美食的这个评比呢，在我心中就是一道接着一道，你很快的心中就有对这个美食就有一些高低之分，但是对我来说，美食并没有优劣之分，但品味。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高低的门槛，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嘛。莲娘姐就问我，她说你感觉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吃的蚵仔煎？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口感都有，有脆脆的，也有软软的，对不对？也吃到蛋，也吃到菜，那个蚵的味道也在。所以今天我吃的还是用我平常去夜市吃这个蚵仔煎的这种感觉去评分吧。 经过了上一次很激烈的比赛之后，我相信呢，现场的所有蚵仔煎老板都有吸取上一次鸡排老板们的经验。我们节目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今天的出菜顺序呢，是借由上一次的比赛结果来决定的哦。出菜顺序，排名我头前的夜市啊，拥有优先的选择权。 丁子捷南机场夜市选择最后上菜，而接着东大门选择了第5位上菜。目前排名第3的大东选择第8，瑞丰选择第4，一中选6。北抢的乐华宁夏猜拳之后，乐华选3，宁夏选2。花园夜市第7个上菜，所以红甲必须第1个上菜。接着，让我们请所有的参赛选手一起进入我们的料理区。 即马是夜市王的第1个阶段单品积分赛，伫咧比完3轮的单品了后，第1个阶段阮只有7间夜市会留落来，所以每一间夜市都必须征服外国人的嘴，来拼前7名晋级下一个阶段。这届阮特别邀请了特别来宾，伊是评审的评审，来评这3位外国人到底是懂出不懂出，所以这届特别来宾就不列入积分哦。
好的，目前所有的夜市已经就定位置，夜市王的第2站蚵仔煎大战即将展开。好，我们要请所有的选手们高举你的计时器。南机场 A4在第1集当中得到冠军，晋级的几率非常高，只是在后面的比赛中得保持稳定，即可锁定晋级的席位。东大门 A4和大东这2家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但后面的比赛还是要加油呢，不要被人家超越喽。瑞丰 A4和一中商圈目前积分中的，需要在未来的2级比赛中保持稳定的发挥。乐华雅琪跟宁夏夜市这2家排名接近淘汰边缘，后面比赛一定要全力以赴。花园夜市和红甲夜市这2家夜市晋级压力非常的大，需要在刷落来的比赛当中获得高分，才能逆转成功哦。现场距离上菜时间还有45秒，逢甲夜市请准备。再来一个。我们嘴巴要破掉了哦，准备好嘴巴破掉哦。5、4、3、2、1，来帮我们拿上托盘，帮我们拿上托盘，要拿上托盘哦。哇，还有柠檬，柠檬上面有对，这个酸梅的，然后。讲真的，蚵仔煎真的不是我平常会吃的东西。对，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蚵仔。以前有吃过不新鲜的，就觉得就比较敏感一点。很多蚵仔煎那个勾芡连那个淀粉都没有打散，还是一块一块的。我常常吃到这种店，所以呢，其实我对蚵仔煎的印象其实不是很好的。先看一下里面，哇！蚵仔煎是我会挑来吃的，因为什么呢？蚵仔煎可以分来吃，夜市里很少一个人进去嘛，总要3、4个朋友啊这样子。蚵仔煎一人分1半啦，或是1/4啊。蚵仔煎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个口味。好吃吗？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要他们注意的吗？百香脆脆，那是我们里面的小菜，这样刚好可以清口，然后解腻。额外那个柠檬也可以挤上去，就有一个泰式的柠檬香气。很多人都是用那种太白粉它做基底，那它是比较偏软，所以我就是加了一些改良的一个配方，它的边边是微脆这样。黄轩吃起来怎么样？啊，好烫啊！哎呦！但是口感很特别，而且超级酥脆。而且其实我第一次吃蚵仔煎是加柠檬，有想法。第一次的哦。我觉得。蛮安全的味道，因为至少就是让我这个讨厌蚵仔煎的人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感觉很好，因为第一很多不同的东西给你，又有柠檬，又有梅子，也有百香果，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配搭你自己的东西。这一次选了第1个出场，那你们觉得第1个出场预计可以拿到第几名？前5。或许选第1个也不错啊。选第1个不错，早死晚死都要死。没有。第2家是宁夏夜市，请准备咯。第2家宁夏夜市，请准备。刚刚那个是真的蛮脆的，而且我吃过更脆的呢。看完再回看。4、3、2、1，宁夏夜市，请出餐。你们这些是老店嘛？对，要传承到3代非常不容易，真的好吃是骗不了的。其实各大网红如果没有吃到这家，表示他可能不太红。我要跟评审们说，他们呢是这个第3代了，算是家族事业在做蚵仔煎。你们家的蚵仔煎有没有什么不能输的原因？然后它必胜的关键是什么？酱汁吧，然后我们是用土鸡蛋，然后也坚持用猪油。我们的应该会算是比较 Q。然后会吃得到蚵仔跟蛋的香气。用红蛋是你们家的坚持，我们的坚持就是我们后面那2个字，那2个坚持一辈子。花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问我们的所有的客人，你会伤甜吗？会伤咸吗？会伤咸吗？因为消费者来吃你这一盘蚵仔煎，他怀着很大的希望。这个老板亲自煎的，我很开心。每一盘蚵仔煎要包括我的爱心，我的耐心。我在这一道里面，我吃出了一种包容，
以这个蚵仔煎战士来说，我觉得它非常本格派，比较偏向于传统一点，但是它同时又兼容了蛋汁，就像你刚刚说的，及酱料当中的精髓，你可以感觉得到幸福。That's right. Yeah. You got me. OK， 但是志伟哥有感觉吗？他放弃了一些，但是加了很多别的。如果你喜欢吃蛋，喜欢吃蚵仔，它是给你满足的。但是如果你要脆，你要其他的，它可能缺少了。我不懂，我不懂，我舍弃了什么？有舍才有得。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曾志伟老师说吗？欢迎他来店里面，真的是来现场体验一下。下一家夜市，请出餐是台北的乐华夜市。想让评审吃到什么口味？就像黄轩哥说的，酥酥脆脆，要有爱心。甜甜的。你看评审这样吃起来的样子，你觉得他们真的懂吃吗？懂吃。我觉得对于偏重口味的泰国人来讲的话，这一碗我觉得有一点太脾气太好了，所以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被推到墙上舌吻的那种感觉，被推到墙上的蚵仔煎，所以呢，这个有点太温柔了，对。下一家呢，在5秒之后要出餐是高雄的瑞丰夜市。我刚刚在他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哦，首先有一个特别分数，我想加。我看出老板娘跟老板之间有爱。来，冲狗，蚵仔煎我先不赶快。蚵仔煎我的特色是酱料、酱汁都不一样，那个混浆就是要特别。你要煎的好吃，就是要酥脆。酥脆是关键就对了。对。那里面的用料呢？用料就是我自己本身研发我的秘密啊。你看，已经有客人这边掉啊啦，怎样，客人？Speechless， 他现在已经讲不出来 ，Speechless 无言以对，他真的好喜欢。现在手语是 Oh my God，I love you， 唱歌，好好吃，我很喜欢它的酱料，也蛮特别的味道，它有点有不一样的那个味道，中药的，而且有焦香的感觉，我很喜欢那个焦香感。它加了焦香，它的酱。我觉得很特别，其他的蚵仔煎我觉得有点水，有点湿的感觉，但是因为可能它没有加那个豆芽菜的关系，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油，也没有那么水。蚵仔煎我自己本身就是用白菜，空心菜不好吃。那豆芽菜可以吗？不行。好好吃，真的好吃。这个呢，脆度咬下去呢，很像饼干的感觉了。对。然后蚵仔又大颗，然后很新鲜。我觉得煎的可能有一点点过了，但是其他都很好。要脆的地方也很脆，就是太少了。还要吃第二份啦。接下来是东大门夜市即将上菜，哇，比较白白的。老板娘要请你吃蚵仔煎，用筷子，这样子。好脆哦！宝山涉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原住民浓浓的爱。部落的长辈，他们种植的野菜都是无毒的，所以我们就会找一些适合的野菜来去做这次比赛的重点。哎呀阿妈，所人卡古伊娜，让我感觉到阿妈的味道。但是我觉得那个酱料特色少一点点啊。但是你说质地啊，那就 OK 了。它这一间呢有加那个蒜头。对我来说，算是我就是刷新对于那个蚵仔煎的小洋葱，对于那个蚵仔煎的认知，所以我觉得它蛮特别的。这个可能是花莲的口味吧，因为看起来它的粉酱比较多，蛋比较少，
酱料呢就个人口味吧，因为它比较稀的酱料。接下来是一中商圈要上菜喽，好像他们的料理方式比较不一样。哎呦，烧吗？哎呦，这个是好可爱哦，没看过这样子的呢。鹅啊烧，对不对？哎，这是蚵仔煎。蚵仔煎，对，一口真吗？真的真的。这支调粉的比例是以脆皮蚵仔煎下去做调整的。然后我们尽量做到说，就是它的外层是脆皮的，然后我们的内馅是 Q 弹的。会担心有人吃到这个会觉得这不是蚵仔煎，这不能成为蚵仔煎。所以我们所有的蚵仔煎元素，我们都把它加在里面。所以让你第一口吃到了之后，一定会感觉说它绝对是蚵仔煎。很脆，然后它上面是有撒一个迷迭香吗？不是，是罗勒。罗勒，好香哦，很特别，很特别。它又有那个蚵仔煎的本来的感觉，又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章鱼烧吗？对，章鱼烧。对，章鱼烧的新的轮廓进来。他这个很聪明，他做到他应该有的，比如说他还像一个蚵仔煎。第二，它的底很脆，而且如果他用这个来做蚵仔煎的话，它里面的蚵仔不可能太小。总括来说，它的新鲜感，再吃下去你会觉得喜欢它。来夜市想吃东西的人特别会感觉好。第二呢，因为它是一口过，也可以分给朋友嘛。这个创意非常好，谢谢。那有想要拿第几名吗？当然是第1名啊！哦，对啊，我都来了。啊，没有怎么办？没有，我们就回家啦。你会不会担心今天这种新颖的蚵仔煎打败圆环边呢？这个我不想预见。在你内心的尺上面，那个算是蚵仔煎吗？那个应该不太算吧，只是就是创意料理。来，花园夜市周杰伦，请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餐点。餐点这本身我是第2代嘛，因为爸爸以前是钻石肉的厨师，经验去搭配酱料，跟外面跟不一样。它下面完全是菜，蛋是在上面。这个一开始看起来像一个煎米粉，不像一个蚵仔煎了。但是一下去才知道，哦，原来是蚵仔煎来了，对，有一点比较不同的感觉。我个人认为那个蛋哦，有点太白了，就是我觉得它味道不够，没有那么鲜明，但是口感上面，然后青菜的比例跟蚵仔倒是很鲜甜。我不认同，我觉得好吃。你看，我觉得这个酱呢，对于我来说，在我这边呢，其实那个重口味的程度有达到我的喜好。然后我觉得它蚵仔处理的至少不让我觉得有那个海鲜的那个让人反胃的感觉。现在是来自台南大东夜市的4草蚵仔煎，怎么会有面？要让评审们吃到你们跟人家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加那个什么泡面哦，蚵仔煎泡面。这样是就是在那个蚵仔煎下面做一个基底这样子。前一省只有我们唯一加而已。对，就让我想到那个日本那什么大阪烧，是这样来的吗？这个创意。对。金针菇已经发出惊呼声了，好吃，很特别。这个口感综合在一起的，好像很特别。嗨，它的酱料我喜欢的，酥脆我爱的，你爱的那个感觉，整个比例包容的，包容的，重复了。我看到一种忍让，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太多味道在里面了啊，让我找不到重点。蚵仔煎它是算传统料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新的料理方式加进来，那个元素可能就不是委员们他们可能所以往尝到的蚵仔煎的感觉这样子。最后一个夜市是来自于上一集的第1名，台北南机场夜市即将出餐。这个跟宁夏就蛮像的，跟宁夏蛮像的。试试看。我们的蚵仔煎就是我们的酱就是自己特调的。
的蚵仔是会挑比较大颗的，外酥内软。有的喜欢吃很酥很脆的，但是年轻人是这样，那老年人就是他喜欢偏软，对，我们的是 Q 软，但是旁边就是煎酥的这样。所以你们是走哪一个路线？我们客制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味道，漂亮。我个人认为啊，各位评审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正宗的、道地的、儿时的蚵仔煎的那种味道。呀 ，I like it。呀 ，OK。这个真的可以吃到，在平常在夜市吃到蚵仔煎啊，它没有太大的创新，就是给你一般的味道，而且它给你多一个酱料，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辣的都可以。身为韩国人，他有附这个辣椒，还有酱油，超级好吃，沾这个来吃超好吃，超好吃哈。好 ，OK， 刚好我们剩下最后的5秒钟。谢谢全场的大家辛苦了，也谢谢老板请入座，谢谢所有店家，大家辛苦了。在咧上后尾1分钟的评选时间，评审们的面头前会摆放标有 A4 名称的牌卡，每一个评审将根据本场所有料理的个人喜好进行排名，且每个排名不能重复哦。圆环边蚵仔煎是非常鼎鼎有名的，就是你自己心理压力会很大吗？就是超级大，超级大。他不好意思说而已。第一站花园的成绩不算是非常好，你这是比这样第2站的时候，你压力有很大吗？有很大，因为如果我还没有爬上来的话，后面就都不用比了。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紧张，我非常紧张。刚刚在做菜的时候手有抖，手有抖，真的假的？真的抖。能参加就勇气很好了，勇气可嘉，自己讲。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是前10摆出来了。对啊，没什么压力，只是觉得说很新鲜，而且你可以跳脱去看别家夜市，该不会有启发到你吧？有谁的那么厉害？那个有水果的那一摊子，水果就是上场一定是紧张。那紧张习惯了就麻痹，所以叫他们先练习紧张，是不是？接下来这个阶段呢，就是紧张刺激的时刻了。我们3位评审呢，要分别秀出你们心中的第5名到第1名，没有错。我们现在请3位评审老师公布你心中的第5名是哪一个夜市？3、2、1，请公布。等一下，都有个东字。东大门，东大门打东东，东大门，东大门打东东。东大门那一间的蚵仔煎让我想起韩国的煎饼，因为它里面有加洋葱。小洋葱有增加这个整个蚵仔煎的甜味还有层次，我觉得蛮特别，很好吃。韩国的煎饼也会加很多洋葱，就觉得哇，有一点家乡味耶，这种感觉。马上来看一下第4名哦，来，请帮我们掀一下。3、2、1。南机场，南机场花园东大门，分别都不一样。金针菇，你喜欢南机场的什么部分？对我来说，南机场夜市就是整个都蛮中规中矩的，然后有脆的地方就很脆，软的地方很软，也蛮新鲜的，所以我给南机场夜市第4名。啊，志伟哥，你刚选的是花园，花园。对，我第一个给他的卖相给吸引住了，边边都是很脆很脆的，来，但是中间呢就是软软的，哎，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蚵仔煎的这种感觉。你现在是要敲还是？因为我不是那么苟同，虽然我觉得花园夜市也做得好吃，不好意思，花园夜市我爱你们，但是一个好吃的蚵仔煎，如果内馅不 Q 滑不鲜美，它是叫做蚵仔煎吗？对我来说是比较普通的标准呢。汉方本草古法熬制，转大人、壮大人、美女人起早干，庄广和堂本草萃低精无转系列。
就是稍微讲一下而已，但我也不敢造次。我觉得我非常的尊重志伟哥您的想法，对。但是你说你不敢造次，但你话讲的倒是很多嘛。对，不好意思，那我先收了我做人的原则哦。我们要对不起蚵仔煎，我要公布評審心目中的前3名呢。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想问一下黃軒心中的前3名呐。check it out。OK。首先，我先讲我的第3名好了，好不好 ？OK。大龙咚大龙，它在里面加了这个有点感觉泡面的馅料，有点像是这个大阪烧融合这个蚵仔煎，焦香以外呢，也非常的酥脆，而且我在里面看到了这个真实宽容、忠诚啊、勤俭持家的这种感觉。那瑞丰跟宁夏呢，在我这个稍微比较算是精英蚵仔煎精英白金战士的这个视角来看来，我认为他们是在这个焦香、酥脆、Q 滑度，然后在这个爱心跟诚实上面，我觉得都是几近满分的状态。我原本我内心觉得应该没有人比宁夏更好吃，我自己个人私心，但瑞丰杀出了个程咬金啊！瑞丰有你的，哎呀，瑞丰，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瑞丰酱料，然后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焦香感刚刚好。我觉得瑞丰呢，它就有达到焦香满分、酥脆满分、Q 滑满分、酱料满分，而且用料刚刚好。最重要的是有爱。OK， 现在进入到前3名的部分喽。请问一下，哪一间的夜市在大家心中是第3名呢？3、2、1，请公布。哇，都是我们中部的代表哎！一中逢甲，一中。然后志伟哥是选了逢甲。哎，对，我觉得逢甲其实他排第1个是有点吃亏的，永远第1个永远都是在中间的嘛。对。但是我一开始就把他印象留得很好，我觉得感觉很好，很多不同的东西给你，又有柠檬，又有梅子，也有百香果，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配搭你自己的东西。有脆有嫩，什么都有，而且这个蚝也很好新鲜，所以质量也不错，所有东西都很平均，所以我给的分数比较高。漂亮，好分数。娘娘，喜欢一中哦，我觉得很特别。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我们已经对那个蚵仔煎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对。可是今天呢，又给我一个新的蚵仔煎的那个感觉哦，没看过这样子的呢。让我觉得哇，如果我有机会带外国人来吃的话，我会觉得这一间值得推荐。因为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哦，我们又走回来了。因为对我来说，一中商圈我看到了就是有2位，志伟哥、逢甲，我也跟你的名次也是差不多，所以我这次不针对您，我针对2位，就是因为我认为蚵仔煎不能失去它本格派的意义，但是一中商圈啊，你们走出了你们自己的赛道，但少了一点 Q 滑。就是传统的那种口感的蚵仔煎，它就只是蚵仔煎，你懂我意思吗？虽然蚵仔烧没有走它的正统派，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太创意到，连我们外国人都也会觉得，想要试试看，就不会有那种有点长得有点不太敢吃的那种感觉。一中，你问我这个料理好不好吃？我认为好吃。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我对于蚵仔煎的那个想象那个范畴。吃完10个，你问我最记得的是它。我们常常去夜市路过，你就会想，这个吃不吃？不吃就走过了，好不好吃？你买了才知道。第一个感觉还是很重要，所以我永远还没吃，我就先给分数。我很难评，我很难给他说我要给你在这么多的蚵仔煎，我给他高分，我给不下去。其他老师们他们给得下去，我尊重。接下来要公布的是第2名的名次哦，3位评审准备好的话，来3、2、1，请公布。宁夏瑞丰花园都不一样哦。OK， 敲牌了，你又有兄弟，不是。我这次是认同哦，认同在这个志伟哥的部分，瑞丰你喜欢哪个部分呢？太好吃了，吃完我都忘了写了，我只写了2个，太少了。对，记忆中我分数给了很高，是，然后我再自己分数把它集合起来，他是第2名。好，是很好的名字。金针菇，你刚刚选的是宁夏，我喜欢它的酱。它的酱油加一些蒜头的元素，所以吃起来就是很有层次，然后也很符合韩国人的味道。专业。娘娘选的是花园夜市。
我对于那个蚵仔煎的想要吃到的标准，它都有达到，不管它的酱的味道啊、适中的程度啊等等。我觉得在我这边呢，给它这么高的分数是毋庸置疑的。厉害！第2名的这个评语都已经这么好了，我倒想看看大家心中的第一名到底有多好吃。好，请帮我们先闹刚好这一集蚵仔煎第1名的那个夜市。然后呢，黄轩的锣也请准备好。好的，蚵仔煎到底是哪一个夜市在评审心中拿到第1名的名次呢？3、2、1，请翻版。OMG！ 哇！ OK， 我们看到2个瑞丰，1个一中，很棒，很棒，yes sir，一中，yes sir。志伟哥选了1中第1名哦，这个很特别哦。1中呢，最重要是我一起也在问我说，到底现在是比蚵仔煎还是比创意？我走进夜市，我一看到它，我是第一个会选它。如果你是有创意不好吃也没用啊，所以我一吃，好吃既然又好吃又有创意，为什么不能成为第1呢？我是觉得瑞丰的蚵仔煎啊，它这一间是我们外国人作为外国人对于蚵仔煎的印象，就是完全都有达到，就是朋友来呀，带他去吃，绝对不会有负评的。了解，会想推荐的哦。瑞丰夜市，对于那个蚵仔煎的基础的感觉，大家都很清楚了。可是那个瑞丰呢，它是在那些基础让我们觉得每一条都有达到之外呢，我感受到它的简单，它的纯真。有些店家呢，他太在意要加上那些东西呀，然后要强调什么各式各样，反而失去了跟原本那个蚵仔煎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才给那个瑞丰很高的分数。这样，瑞丰 No.1。老板，好啦，这个是我们的分别的内心的名次，没有什么不服的吧？我是有一点点不服。还有不服？宁夏夜市，刚刚您只给第2名， 2名，你们的前3都没有宁夏夜市吗？我不相信。你是宁夏是派来的吧？对，你是被你。因为宁夏对我来讲它是跟东大门是同分数的。宁夏夜市在我这边呢，是老板很帅。确实很帅，三代，搞错重点了吧？这较复杂。爱真足听哦！在每一节比赛当中，3位评审将对参赛夜市进行个人的排名哦。把3位评审的排名加总平均后，会得到本集的排名哦。根据本集的排名，夜市会获得相应的得分，为第1名到第10名依序获得25分、18分、15分、12分、10分、8分、6分、4分、2分。哦，你敢有了解？心情还不错。跟你预期中的名次差不多吗？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怎么了？少了1、2名。那不就是第1名吗？对于这个结果，你满意吗？当然是不服气哦。哦，评审几乎都是国外人嘛。对，外国人，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不符合我们台湾人吃的口味，对吧？我们尊重这个决定，这样。对，你们会考虑去跟1中街的老板交流一下吗？交流吗？会，交流了可以在1中对开个蚵仔煎。你们已经在讨论这件事了吗？是。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没有拿到冠军？真的很可惜。坦白讲，既然要来比赛，就是朝冠军来嘛。是，对啊。个人的排名你还满意吗？满意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结果并不是结局啊，是，这只是个过程，对啊，这是一个过程。或许我没有办法征服所有国家的味蕾，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征服你们的味蕾。我们那个蚵仔煎的大姐想要知道一下她的排名，你是愿意跟她讲的吗？在我心中是第1名比较重要。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黄轩说的？其实创新才是就是未来的趋势啊。因为传统的固然是好，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年轻人要不断的创新，才会对我们的发展才有更多的可能。对啊，因为像今天来的很多2代、3代的，可是我是第1代，是，对啊，总是要留点机会给我。那我们来
来恭喜第1名的瑞丰老板，来这边请昌哥。昌哥来到我们的台上，可以获得什么呢？恭喜昌哥可以获得发根强化的专家，来自长庚专业团队台塑生医所提供的 Doctor's Formula 系列洗发精。恭喜恭喜！恭喜你也这一集的奖品啊！今年73岁，然后拿到了这个蚵仔煎的第1名。没错，北拜哦，瑞丰夜市我们的骄傲，谢谢你，谢谢谢谢，多谢评审，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都到我们瑞丰来玩，哎，吃好吃的东西哈。好，我在这欢迎大家。好，我们要去找你哦，多谢。谢。今天能代表瑞丰来这边技术这边哦，也是我的荣幸啦。哦，既然能达到第1名，哎，这很高兴。我们尽量就把好吃的东西推给全国的观众，希望大家到高雄来玩。经过了刚刚的第2集的蚵仔煎大赛，每个店家呢也都为你们的夜市争取到了分数。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等一下会看的积分是上一集的鸡排，还有这一集的蚵仔煎一起加起来的总积分。是。那我们再下一集的总积分将会决定夜市的晋级还有淘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夜市积分排行榜。预祝我们高分的夜市能够继续保持。那目前呢，占据后面名次的夜市呢，下一次也可以一举超前，大家加油喽！下一集我们要比9家臭豆腐。你对这次的比赛有什么意见吗？请在我们的下面让我们知道一下。看完了夜市王，就赶快去你街口的巷口吃夜市吧！夜市王的下面一集，臭豆蛋饺臭豆腐。Your love is too sweet。哇，好臭，好臭！哇，好臭，好臭！炸太脆了，那个炸太脆了，大概吧。好臭，但是很好吃。它的外皮酥到有点像是饼干的感觉。我很喜欢它这个辣椒酱，女性跟食物只要是辣的我都喜欢。哎呀，那就吹一吹啊！他懂吃，他懂吃，好好吃，好好吃。哦，什么意思？